微臣给皇上请安。怎么这么晚了还到嫔妃宫中请脉吗？回皇上的话，熹贵妃夜不安枕，微臣是送安神药来的。熹贵妃是心病，受惊畏惧，当然是心病。就光是畏惧，没有伤心？自然有，欲抚谨心丧。那你就替朕好好照顾熹贵妃吧。微臣遵旨。这么晚赶来，有什么事儿？回禀娘娘，午后宁嫔娘娘向微臣要了一些药。什么药？一些房中的迷情之药。她正得圣宠，为何要这些东西？宁嫔指明要黎妃留下的那些迷情药，这些倒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，她向微臣要了一些朱砂。朱砂有何用处？娘娘有所不知，皇上自继位以来，一直陆陆续续的服食丹药，以求延年益寿。自娘娘回宫的前1年，皇上大病之后，服食丹药就越来越多。丹药当中包含了硫磺和水银，虽然毒性并不大，但是若以朱砂催化，表面上看起来日益强壮，内底子却越来越虚透。加之迷情香的催化，里外更是一起掏空，所以微臣并不敢将朱砂给宁嫔。宁嫔要朱砂，或许有另外的用途。你若不放心，不给她就是。她若是想要，自会想办法再找。这微臣知道了。哟，皇上醒了。看来张仙人进奉的丹药确实有些用处。张仙人进的丹药确实有用，要不然两广总督也不会极力向朕举荐。你点的什么香？闻起来心里暖暖的。不就是皇上常用的龙涎香吗？臣妾只是加了一点喜欢的香料进去，果然成了一种奇香。哪有你香啊？皇上一上午看折子，好不容易才睡一会儿，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？国事繁忙，折子永远都看不完。朕有时偷懒，想人生苦短，何必如此轻朕？臣妾也这么觉得。人生苦短，须得尽欢才好。额娘来了，儿子给额娘请安。快起来。额娘腿上出瘀，快坐下吧。腿伤之后一直没来看你的功课，好在你是勤快的孩子，不用额娘操心。你读你的书，我和鸿雁听着，好叫鸿雁将来和你一样用功。儿子哪有鸿雁那样聪慧？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，自然都不会差的。儿子没有鸿雁福气好。额娘刚见你的时候，你还小，一直在圆明园中不得人照顾。额娘一直很愧疚，没有把你早些接到宫中来。儿子能见到额娘，才能享受到母子之缘。如今额娘虽不如从前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，但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儿子也不会弃额娘于不顾。鸿雁和灵犀还年幼，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。是，
儿子明白。启禀皇上，皇上春秋虽盛，但国本不可不早立。皇上诸子之中，四阿哥最为年长，臣请立四阿哥为太子，为皇上分忧国事。本朝立太子，从未按长幼之分，只看皇子是否贤能。启禀皇上，四阿哥自小在宫外长大，读书尚浅，臣以为诸皇子之中，只有六阿哥聪明过人。启禀皇上，六阿哥年幼，怎能担此重任？不如四阿哥更好。皇上，熹贵妃出身不高，不可母仪天下。六阿哥虽然聪明，但主少母壮。熹贵妃一旦成为太后，必然把持朝政，聘姬司臣。且熹贵妃宫外修行，惹人非议，不宜为太子之母。以你之见，你对六阿哥为太子无异议，只是担心熹贵妃。臣以为主少而母壮，比如吕后武士一流，祸乱朝政，且熹贵妃本非善类，否则何以会离宫修行？朕早就说过，熹贵妃是离宫祈福，为国助岛，却你们以为六阿哥是熹贵妃所生，定会为熹贵妃所用。可是朕有三子，有两个是熹贵妃所生。你们也知道，五阿哥淘气，朕从未动国本之念。六阿哥年幼依赖生母，四阿哥已成人，自幼不与生母同处，自然不像六阿哥那般依赖。若皇上想立六阿哥为太子，请效法汉武帝，未雨绸缪。什么未雨绸缪？留子去母，永无后患。你是让朕赐死熹贵妃？臣不敢。臣只求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。听苏培盛说，皇上这2日用膳不香，所以听你弹琴当饱餐，行不行啊？臣妾自问没有这样的好本事，皇上万万不可过分抬举臣妾。若哪一天皇上听信了聘姬司臣之言，会一条白绫赐死臣妾的。白绫价贵，朕想想便算了。皇上还能说笑，便知心情不错。朕要烦心的是太子之争。四阿哥年长，六阿哥是朕心头最爱，朕也为难。说到底，朕总是想起四阿哥的出身来。臣妾希望国本归正，请皇上听臣妾一言。说吧。皇上说鸿雁年幼，不宜继立为大统之人，必定心存诅咒。皇上身体康健，何愁等不到鸿雁而立之年？这样说的人，朕也不喜欢。那么，你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最好，是不是？鸿雁资质平庸，不宜被立为太子，所以为长远计，四阿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四阿哥并非你亲生。皇上烦心的是太子人选，而非是否臣妾亲生。那若是朕为四阿哥寻一个出身更高贵的养母呢？只要名正言顺，江山后继有人，臣妾绝无异议。经此一事，朕已属依你为皇后。臣妾已蒙圣恩殊荣，不敢与纯元皇后比肩，且为臣妾一事已经物议如非，臣妾
不愿居于炭火之上，让皇上为君臣夫妻情分为难。谢皇上。若如此，朕也不勉强你。熹贵妃吉祥，起来吧。嫔妾方才经过宁辉堂，见太监们正奉旨将宁辉堂的合欢尽数砍去，说是皇上觉得深秋合欢落尽，惹人烦厌。皇上连这合欢花都不肯留。那些合欢花是王爷15岁时先帝所赐，意在王爷年年如意，岁岁合欢。不过皇上的旨意很对，人都不在了，何来岁岁合欢啊？砍了也好。嫔妾知道娘娘不好说出口，也不能说，便替娘娘说了。说什么？那些合欢花是册封熹贵妃之时，她送你的贺礼，因怕你夜夜为此心痛，所以嫔妾便说是自己夜不安寐，需留合欢烹煮疗养。还好，皇上同意了，要人把那些合欢移栽在嫔妾宫中。多谢你。那就别轻易放过他。不急。额娘，儿子给额娘请安。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，一高兴起来还没个分寸。今儿个早朝，皇阿玛说封儿子为宝亲王，这是应该的。你是长子，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啊。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。六阿哥还小，而且额娘希望他的亲王之位会由你来封。额娘的意思你若明白，就知道该如何做了。喜怒不形于色，心事勿让人知，更别叫人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恶。是。下个月便是你皇阿玛的生辰万寿节，你皇阿玛老了会喜欢热闹的。是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，好好的去办。那就好好办。是。山人恭祝皇上万寿无疆。为贺皇上万寿节之喜，山人与师弟又研制出金丹2丸，特奉献给皇上。算你们有心，只不知这金丹服了，是否真的能让朕万寿无疆啊？哈哈，皇上的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。臣妾日日陪在皇上身边，也觉得皇上龙马精神更胜从前了。那就好。皇上服药过后，不宜太劳累，万望切记。那朕就搬到圆明园去住，少点规矩和麻烦。娘娘，微臣有一事禀报。宁嫔娘娘近日问微臣要朱砂的次数越来越多。皇上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尚可，实际底子里已经是越来越虚透。太医院其他太医诊出什么没有？这是慢毒，诊不出来。那就好。宁嫔跟你要你就给，反正本宫从未听过这些话。这，微臣明白。一会儿你们陪本宫去九州清宴看看皇上吧。
给熹贵妃请安。听久了也无趣，你们想着热闹。那不如咱们换一个玩怎么样？皇上，臣妾和妹妹猜谜吧。就是啊。皇上听。谁在里头？好，朕听着。是2位答应小主。白房子，红帐子，里面住着。那本宫明日再来看皇上吧。皇上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了。皇上自以为精神焕发。你是太医院之首，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，不要叫皇上在新宠旧欢之间觉得力不从心。娘娘放心，这些东西源自黎妃，宁嫔用起来得心应手，皇上受用得很。提醒他小心就是。这。皇上，咱们再猜一个别的谜语怎么样？子呢？红艳和灵犀呢？哦，公主到静贵妃处跟龙月玩去了。六阿哥跟着慎郡王福晋在御花园玩呢。皇上，虽说是夏日里了，风还是大。皇上，您扶着奴才的手慢慢走啊，可别让风扑着您了。怎么都到夏天了？身上老觉得寒津津的，好像是哪儿漏着风似的。哎呦，皇上您康健着呢，只是最近招幸多了些。嘿，您可得当心呐。哎，朕就是喜欢看见那些花朵一样的面孔，瞅着宁嫔那么年轻，觉着自个儿也年轻了。嘿，那皇上您就看看呗，可别让龙体。阿哥，慢点儿。谁在那儿？哎呦，你慢点儿。回皇上，看那个，那是慎郡王福晋带着世子入宫了，正和六阿哥一块儿呢。世子是，你慢点。是老17家的元彻。哎，正是。元彻来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安，皇阿玛万安。都起来吧。你难得进宫一回，别太拘束。谢皇上。这个鸿雁呀，最需要玩伴，可惜这宫里头没有跟他同龄的阿哥。你得空，常带着元彻他们来玩。是，他们两兄弟玩得可好呢。过来，你也来。是像，就是这鸿雁呢，更壮点儿。让朕点点。哎呦，皇上，哎，保不动你了。六阿哥年岁大些，是壮很多，可是和小世子看起来真是像，就像亲兄弟似的。你说什么？
乳母说鸿雁和元彻像亲兄弟呢。朕瞅瞅。还真像，尤其是眼睛和下巴，还真是像。皇上，您累了吧？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！听说皇上晕厥时，你也在。皇上古怪，正好好说着话呢，就晕过去了。说什么了？左不过是说六阿哥和元彻的长相，议论说六阿哥的眼睛和下巴像元彻。皇上深宫为和，你以后少带元彻入宫，以免再生事端。我知道了。这1年多来，皇上身子一直不好，慎郡王是近亲。宫里宫外，劳他多留意着点儿。我明白。去，都去。好了，都出去吧，出去啊。皇上，您不能不看太医呀。把夏邑找来，朕有要事交代。这。六阿哥今日受了惊吓，好容易才哄睡着的。我怕是皇上也受了惊吓。怎么？你就没发现，鸿雁和元彻越来越像吗？堂兄弟嘛，自然是像的。锦汐，我怕皇上已经起了疑心。娘娘的意思是？今日皇上突然发作，是因为六阿哥。我们不能不防着万一。娘娘，敬贵妃身边的如意来了，说后宫出了要事，要求见娘娘。让她进来吧。这事关皇室血脉，你务必要慎重为真。办好这件事。皇上说，曾经与六阿哥滴血验亲过。凡事无绝对，你再去细查，记得不要走漏了风声。奴才一定办妥。贵妃娘娘万安。皇上呢？皇上刚服了药，这会儿睡下了。本宫进去看看。是。开门。妹妹来了，姐姐不必多礼。这些日子姐姐照顾皇上，实在是辛苦了。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？咱们都是为了皇上。对了，这2日时气不大好，贵妃的腿疾只怕是又要犯了。贵妃自己要珍重才是啊。从桐花台摔下来，腿疼成了老毛病，惯了也就不打紧了。哦，我吩咐小厨房炖了参汤给皇上提神。
皇上的身子真是虚透了，还一味的服食丹药，丝毫的不加节制。皇上固执，敬贵妃与我常常劝皇上要擅自保养，皇上也不过一笑了之。姐姐连日辛苦了，好好歇歇吧。是。孙答应的事，庆贵妃都跟你说了吧？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这样的事，终究还是要请示皇上的。那你要缓一些告诉皇上，别让皇上太动气。姐姐的心思，便是我此刻的心思。路上小心。娘娘，方才夏邑来给皇上请安，连皇贵妃都被请了出来。奴才不放心皇上，私底下听着，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阿哥。知道了，你把他们都带下去吧。今日本宫在这里，谁来都不许打扰。是。熹贵妃来了多久了？臣妾来时，皇上刚刚入睡。皇上睡累了，起来坐坐吧。你是贵妃，这些事打发奴才伺候就成了。臣妾所有一切皆为皇上所赐，所以臣妾心里一刻也不曾忘怀。唯有尽心侍奉皇上，才能报得万一。熹贵妃，从前你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。从前皇上私下也不唤臣妾熹贵妃啊。朕本来想摸一摸你的头发，却只摸到你冰凉华丽的珠翠。朕想起从前与你同在圆明园消暑，傍晚闲来无事，一同乘凉。你的头发却这样散开。你的头伏在朕的膝上，没有一点珠饰，当真是极美。晚身郎膝上，何处不可怜？熹贵妃，你的容貌和从前并无半分分别。多谢皇上夸赞。对了，皇后来请旨，说想要看望皇上。朕说过，与他此生不复相见。那臣妾派人去回话。皇上喝口参汤吧。
你瘦了，别太辛苦。臣妾应对之间力不从心，一切大事还得要皇上来拿主意，所以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。哎，一定。不只是为你，也是为了咱们鸿雁。父子俩的心性是最相像的了。有件事，臣妾十分为难，和皇贵妃、静贵妃几番商议不下，还得要请皇上拿主意。说来听听。这件事本也不难办，只是关系到皇家体面，臣妾不得不请示皇上的旨意。说。孙答应和人。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，臣妾等不敢擅作主张。人尽皆知，杀了他，五马分尸。皇上息怒，皇上要杀要剐都行。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，朕躲在张伟后面，额娘被隆科多牢牢地抱着。皇阿玛他是天子啊！朕也是天子，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朕？为什么都要背叛朕？皇上还没并天呢，你们就这么急着哭？皇上怎么突然病重的这么厉害？太监来报时，我们都吓坏了。皇上病势反复也是有的，日子还长，要现在就撑不住，以后有咱们哭的时候。
那现在是留谁在这儿服侍，还是咱们轮流照顾着？谁在这儿都不好。咱们女人家一着急起来就只会哭，皇上听见了也难免会刺心。倒不如各自待在自己宫里。皇上若醒了想要见谁，自然会传召。这样也好。嗯，好。皇上病重，太医嘱咐要静静安养。自今日起，无论哪个宫的嫔妃宫人来请安，都得先来见过本宫，问过了太医才能觐见。各宫的妃嫔更要管好自己的皇子公主。稚子年幼，若惊扰了皇上，这个罪责可不是由本宫来担当的。是。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，若谁妨碍到了皇上圣体康健，那就别怪本宫不顾昔日里的姐妹情分。你何须这样疾言厉色？皇上为了孙答应的事才会如此。祸起萧墙，咱们不得不防。皇上既然病重了，那就不得不通知内务府备下了。寿才月前就备下了，算是冲喜。如今这个情形，还得请几位亲王进宫陪守才是。好，我立刻吩咐人去办。咱们须得定了心，宫内宫外才不会乱。咱们各自安排，有事在碧桐书院相商。宁嫔怎么没来？宁嫔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她想来就来，想不来就不来。由得她去。你们怎么把他们抱来了？我再不抱来，你的儿子在睡梦中被人掐死，你都不知道。锦溪，是。小允子，在。把孩子送到寝殿睡吧。夏邑用迷香迷倒了所有人，刺破鸿雁的脚趾取血。夏邑是皇上身边的人，我猜定是皇上指使夏邑要再次滴血验亲。但我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要再次滴血验亲？鸿雁到底是谁的孩子？请受甄嬛一拜。你对本宫有大恩，你救了云里的孩子，所以
我当年差点害得这2个孩子无法降生。可今日是你救了他们。他们是17爷的孩子，是17爷的。不行，皇上对红雁和灵犀这样做，定是起了疑心了。你要早做准备。皇上病重，夏邑是留不得了。光留不得夏邑有什么用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做任何事都和你无关，你都不用管。好好看住你和17爷的孩子。熹贵妃啊，你的福气在后头。刚入宫的时候，性子过冷淡，现在是越来越柔情似水了。皇上，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刀，刀刀割人性命吗？皇上万福金安。皇上气色倒好多了。夏邑呢？药熬好了。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？夏邑，夏邑不能伺候皇上，反而使皇上忧心。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。你杀了他？
皇上一向教导臣妾，无用的人不必留着。你果然知道了。皇上圣明庇佑，臣妾只需依赖皇上，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。皇上服药吧。皇上怕烫，臣妾先喝一口尝尝。好苦，不过良药苦口，皇上放心饮下就是。药既苦，就先搁着。好。是真的嫔妃们在哭吗？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？宫中人人都道皇上快驾崩了，提早哭一哭，不是哭皇上，是哭自己。朕一向喜欢你坦诚。朕想问你一件事。臣妾必定知无不言。红颜，到底是不是朕的儿？终于也都没有了。嬛嬛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朕四郎了，你再叫一次，好吗？皇上累了，先歇会儿吧。臣妾先告退了。你再叫一次朕四郎，就像你刚入宫的时候一样。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，皇上你忘了？是您亲手杀了他。臣妾是钮祜禄甄嬛。再也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朕与嬛嬛，与纯元，那时候，回不去了。为了老17，你恨毒了朕了吧？皇上圣明，不过皇上放心，臣妾再恨毒了你，
也会好好抚育静和公主。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，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？你这个毒妇！朕要杀了你！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多，臣妾甘拜下风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臣妾觉得还不及皇上10忠之一呢。放肆！放肆！你果然对云丽有私情，你竟然谋逆，背叛朕！不妨告诉皇上，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，每一次与你接触，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宁嫔也是如此。来人！门口侍卫都被臣妾遣走了，臣妾就在这儿，皇上吩咐便是。皇上刚服下参汤，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，只会让皇上五内郁结，心火难消。皇上息怒。心发威。你说你是国君，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。皇上，家暴。皇上，家暴。皇上，家暴。
行礼成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熹贵妃上位。熹贵妃本是有皇子之人，这储位之事岂是她说了算？先帝在时，熹贵妃掌6宫大权，位同父后，自然可说。国家大事，深宫妇人怎么懂得？只是先帝在时，多番提起储位之事，临终也有吩咐。本宫一直不敢妄言。今日诸位亲王都在，本宫只得据实相告。你别当我不晓得，列皇口小儿为国君，怎能服众啊？世祖6岁登基，圣祖8岁登基，天威所在，怎不能服众？世祖有多尔衮，圣祖有鳌拜，你可别学错了路。本宫既然掌管6宫事宜，那诸位亲王不得不听完本宫说完这一句再分辨。先帝圣明，虽然喜爱6阿哥，却也知主少国疑，一切以国事为重。熹贵妃所言甚是。是。先帝有亲笔密旨，4阿哥弘历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宜承继大统。储位之事，怎凭你一面之词？先帝病重，4阿哥监国，恒亲王是否对先帝有不臣之心，才处处加以揣测？先帝高瞻远瞩，早将亲笔密旨。皇旨固封，注于锦匣内，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。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，可前往乾清宫检验。手，再叩首，3叩首。朕今日登基，当行仁孝之道，遵先帝世宗遗命，追尊嫡母纯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，尊生母熹贵妃为圣母皇太后，福晋富察氏为皇后，侧福晋乌拉那拉氏为贤妃。册立追封之事，皆由礼部
郑重相待。皇上仁下，福泽万民。禀太后，今日景仁宫的人来回话，乌拉那拉氏听得里约炮声，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。他还惦记这个呢。哀家有多久没见乌拉那拉氏了？4年了。今日普天同庆，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。景仁宫空落许久，乌拉那拉氏他或许还痴心妄想，想着哪位新帝登基，能挪他出景仁宫，尊他为太后呢。他是痴心妄想，太后留他性命至今，已是宽仁无比了。去吧。这。给皇太后请安。景仁宫一切如旧，似乎还是昔年景象。时移世易，人事早已不同。皇后还似从前一样，盯着那些鸽子看吗？早些年是，先帝驾崩后，皇后日夜痛哭，眼睛不大好了，便不再成天望着这些乱飞的鸽子。依太后娘娘的吩咐，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，总是要活蹦乱跳、爱飞的那些。乌拉那拉氏怎么不来迎接太后？她是皇后，我是妃妾，自然该是我去拜见她。人在哪儿？你来了。皇后依旧耳聪目明。今日是登基大典，除了你，还有谁有闲情逸致来看本宫呢？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，和本宫讨厌的样子都没有区别。劳您牵挂多年，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，所以不改变。甄嬛，这几年你也不好过吧？再不好过，如今也好过了。大胆，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，还不跪下！新帝继位，她是新帝的额娘，是圣母皇太后。先帝未曾废后，本宫依旧是正宫。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。嫡庶有别，
还是该他甄嬛先来拜见哀家。娘娘好糊涂，先帝生前太后已是贵妃，摄6宫事，如今4阿哥登基，只尊咱们这独一无二的太后。你竟不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，天下间竟然有你这样的额娘。当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得一事。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，连他自己都算不清。哀家可怕极了，将来自己的儿子会娶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，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子绝孙。不管谁是皇帝，哀家也是太后。即便被你甄嬛困在这景仁宫一生一世，哀家都是太后啊！你放心，先帝纯孝仁厚，不会不顾您的名分。昨日哀家与先帝已商定，依旧尊您为皇后。当然，这得在您活着的时候。皇后息怒。你好歹毒的心肠啊！哀家是先帝的嫡母啊，是嫡母啊！你怎么可以不顾先帝的身份？你如何对得起先帝？你对得起先帝吗？先帝的确答应孝恭太后乌拉那拉氏不出废后，所以您还是皇后，一直到您死。先帝还说过，与你死生不复相见。若您成了太后，他日必定要与先帝同葬陵寝，岂非要先帝食言，魂魄不宁？所以哀家决定要让先帝与纯元皇后同葬泰陵，你死后则葬入妃陵。是啊，死生不复相见，死生不复相见。先帝恨毒了你，你害死了他毕生最爱，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。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遗属勉强，怎愿再见你歹毒的面目？是先帝恨毒了我，还是你甄嬛恨毒了我？没有你，何来今日的甄嬛？哀家能有今日，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，自然感恩戴德，尽力保全您此生荣华。只是哀家已是太后，秉承先帝旨意，就要替先帝成全。他日史书公笔，前朝、后宫都不会有你只字片语。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，皇后。皇后。两位姐姐，移居慈宁宫还习惯吗？嗨，也不拘住在哪儿，只要姐妹们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，这就是好的。皇贵太妃怎么没来？哎呀，端姐姐又病了。自从皇上龙谕并天之后，她日夜伤心，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。若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好？温宜公主已经去陪着了，姐姐挂念女儿，必定会保重身子。怎么了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景仁宫娘娘没了。
什么时候啊？是昨日半夜，心悸而死。宫女发现送进去的早膳未曾动，才发现出了事。来报的宫女说她身子都僵了，可是眼睛仍瞪得老大，死不瞑目呢。这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。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吧。也没必要太在意某个人、某件事儿。倒是咱们的皇上这后宫里就一个皇后，2个妃子，也该招一些妃嫔进宫了吧？是啊，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。太后，皇后和贤妃前来请安了。传。给皇额娘请安。正好你来，你表姑母过世，你也理应去景仁宫治理。臣妾只知寿康宫，不知景仁宫。且乌拉那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，但更是大清的罪人，臣妾应当公私分明。今日是皇帝登基后你们头一次来寿康宫请安，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。皇帝年轻，宫里嫔妃只有你们2人。今后人多也好，人少也好，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。你们自己好自为之，别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。多谢太后教导。一转眼秋天了，春喜殿里挪回来的合欢，还是郁郁葱葱的。本就长在这儿，从远方来，热土难离呀。以我一端起，相去万余里。许多年前，云里或许也是如此。文采临风窗下，吟诵的原本应该平安闲逸的人生。看见六贝勒如此，太后也可以欣慰了。谁能别离此？鸿雁，给皇额娘请安。来，起来。皇额娘为什么哭了？皇额娘也不知道。你的几位皇叔里，属你17叔学识最渊博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。你应该多向你17叔学，志在博学多思才好。皇额娘要你住在此处，便是这个意思。儿子一定不辜负皇额娘期望。那就好。启禀太后，皇上在寿康宫等您。知道了。好好读书，皇额娘先回去了。恭送皇额娘。这个时候，皇帝怎么急着过来了？近日慎郡王上书说，西夏唯有一女，王嗣无继，希望以果亲王之子入继。元彻养在慎郡王府多年，不如就祭祀慎郡王府也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果亲王一脉岂非无嗣？皇帝意下如何？到时候再挑好的继承果亲王后嗣就是。这几日儿子读书，有些困惑之处，想请教皇额娘。你说。儿子读郑伯克段于鄢，见郑国之祸，皆因姜氏宠爱幼子，苛待长子而起。儿子心想，亲子尚且如此，若是养子，又该如何？皇帝身为人君，读这些书是好的。哀家这些日子正想着一事，今日正好告诉皇帝。皇额娘请讲。鸿雁是哀家幼子，又曾被先帝易处。如今鸿雁已经长大，
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，岂非是哀家的罪过？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，让鸿雁入祀果亲王一脉。皇额娘思虑周详，儿子自然允许。等六弟长大成人，儿子会让他享亲王尊位，一生荣华。他是你亲弟弟，皇额娘已经年老，自然要你多照顾。皇额娘事事为儿子考虑，儿子感激不尽。唯有以天下养，才能报答皇额娘的养育扶持之恩。你我母子之间，不必说这些。皇帝朝务忙，早些回养心殿吧。那儿子先行告退，改日再来请安。太后，这是要保全六贝勒？父母之爱子，必为之计深远。皇帝并非我亲生，又多疑多思。只有让鸿雁出祀旁支，永无继位之可能，才能保住鸿雁永生平安。对六贝勒而言，这也是个好去处。他在时，鸿雁不能叫一声阿玛，死后总得要有儿子陪。说